各位朋友，你敢相信吗？中国在网络上有200多万粉丝的一个网红，竟然诋毁袁隆平水稻之父，诋毁老先生的水稻有毒，属于生化武器级别，谁吃了袁隆平老先生发明的水稻，谁就有不孕不育的发展成阴阳人的这个趋势。我见过蠢的，我没见过他这么蠢的。袁隆平老先生在中国是什么样地位的人物啊？那可以说是英雄先烈级别的人物啊。这一下这个网红真是坟头上插烟卷啊，是屁眼子拔罐子，这回是真完球了。中国的央媒转手就把他给举报到中国网信办去了。这不用想啊，这个货的账号肯定是全网瞬间就没，而且呢，坐不坐牢都两说着，因为袁隆平是英烈，诋毁英烈罪在中国是要坐牢的啊！这孙子真行啊！他说袁隆平的3系杂交技术是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并造谣人吃了会像骡子一样不生育。那位说，那这个网红他这是为了啥呢？为了流量，为了极端，为了带货，认为人一极端不就能吸引很多的脑残，对不对这个网红实际上打着是保卫老种子的旗号，推广自己所谓的老种子产品，一直诋毁现代农业科技与农药化肥。这个人是有长期的前科的。其实在中国的网络上因为14亿人里边什么鸟都有，喜欢怪力乱神的、封建迷信的、星座算命的，包括像这种极端的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呀？叫病态的原生态产品的拥护者。他问题是他推广的那个些老种子，那玩意儿产量低，容易得虫害那不是在挖这个中国农业产业的根基吗？要都种回那老种子去，那中国的粮食怎么自给自足朋友们，这个性质太严重了。一些网红真是毫无底线。近日，一名全平台粉丝超200万、标榜保卫老种子的农业网红发布短视频，恶意抹黑袁隆平院士开创的3系杂交水稻技术。他将这项保障国人温饱的核心育种技术称作变态、病态杂交，还歪曲专业术语雄性不育，编造吃杂交大米会像骡子一样无法生育的不实言论。对此，中国食品报发文严厉驳斥，科普雄性不育仅针对水稻植株，和人体生育毫无关联，痛批该网红为流量信口开河。相关举报材料已提交。这是一位95后农业人为了给农业技术证明，在镜头前喝下水溶肥和膨大剂氯比尿的画面，能让这位农业博主做出这样的选择，足以说明泛滥的农业谣言已经将多少人逼入绝境了。然而，即便他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却仍旧抵挡不了某些人的出言不逊。我建议那些专家教授，包括支持化学农业的那些农大毕业生，我建议你们从10多岁开始一直喝，连续喝10年。这10年喝完之后，如果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全都相信你们的。但是这一个人喝这一次我觉得证明不了什么。如果这个东西这么好，小日子为什么不用？氯比尿是小日子发明的，但是呢，他们不怎么用，全被你们给用了。我想问问，这是为什么？看完上面的片段，想必大家都会不理解，这些对着现代农业技术哈气的人猖狂的底气源自哪里呢？那下面这条视频就是今天的辟谣重点。老品种是咱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选择驯化得之而来。
吃了几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些新品种咱们吃了多长时间？我不反对杂交，我反对是那些变态杂交。如果光用父本和母本去杂交的话，这什么问题都没有啊，就像驴跟驴杂交，马跟马杂交，这都没事。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病态杂交，不知道是不是叫三系杂交，有一种技术叫雄性不育啊，杂交之后竟然不生育了，就像驴跟马杂交之后不能生育啊。古人有很多人说，驴肉香马肉臭，说啥不吃骡子肉啊，好像有人不想吃那个骡子肉，怕最后跟骡子一样不能生育。所以说我反对的是那种变态转因的杂交，比如说把动物的基因用在粮食上，把蜘蛛的基因用在玉米上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猪上，这是我反对的。你们觉得呢？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两系杂交，哪个是三系杂交，所以说我选择老品种。过往有些谣言，我们看着还会被逗乐，但是这段发言我们听罢只觉得气愤和悲哀。他能说出这样一番话，说明他完全不懂三系杂交，不懂雄性不育株，不懂两系杂交，不懂基因工程，并且照他的逻辑，现在的商品蕉也没有种子，所以吃香蕉就能避孕了是吧？那反过来说，清道夫能泛滥的这么快，所以去吃清道夫就能儿孙满堂了是吧？俗话说，农业博主一定要懂农业。作为拥有不少拥趸的网络农业博主，他这样的发言可以说是在国家的粮食安全底线上反复践踏呀。在他口中被称为病态杂交的三系杂交，恰恰是数十年来筑起我国粮食安全的根基，而他的奠基者不是别人，正是袁隆平院士。在了解三系杂交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雄性不育是什么一回事儿。所谓雄性不育，不是造谣者说的杂交之后不生育，而是植物的花的雄蕊发育不正常，不能形成花粉给雌蕊受精完成自交。那为什么雄性不育株在杂交育种当中十分重要呢？这是因为对于像栽培稻这类自花授粉的植物，如果雄性可育，那雄蕊自己就给雌蕊授粉了。就算使用外来的花粉人工受精，由于水稻的自交优势大，得到的子代大多数仍旧还是自交的产物，所以只有雄性不育，水稻才能接受外来的花粉，才有了杂交的基础。而早在60年前的1966年，袁隆平院士就在他发表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中提出，通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进行水稻杂交的初步构想。这套杂交方式的具体流程就是找到雄性不育株，也就是母核，然后再找一种特殊的水稻品种作为副本和它杂交，这个副本就叫保持系，能使得杂交得到的后代依然具备雄性不育特征，然后再选择一个稻种和不育系杂交，让它的后代恢复自交的能力，这个稻种就叫做恢复系。它们产生的第一代杂交种子具有杂种优势，就可以交给农民去大田种植了。基于1970年科研助手李碧湖等人在海南发现的一株野生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和1973年广西农学院的张先成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的强恢复系国际24，袁隆平院士在1973年成功完成了3系配套杂交实验，亩产达到505公斤。基于这些成果，1974年袁隆平院士育成了首个具有商业化潜力的品种南优2号。1978年，南优2号在贵州金沙县试种时，亩产达到了800公斤，远超当地普通稻；而在大面积示范推广时，亩产最高可达670公斤，增产20%以上。到了1979年，南优2号通过审定，正式推广。这就是3系杂交的原理和历史。而3系杂交的推广应用，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而造谣者口中的两系杂交，也并不是他自以为的那样，简单的把两种作物直接杂交，它的原理和3系法是有共通之处的。1973年，杂交水稻专家石明松发现了一株光温米型和雄性不育的水稻个体农垦 58S， 在夏季长日照高基温期，农垦 58S 表现为雄性不育，可以直接作为不育系与恢复系杂交产杂交种；而在秋季短日照低基温期，它就会恢复可育性，能够自交繁殖，作为保留系自行留种。基于这个发现，石明松提出了一系两用的设想，不需要保留系，只需要使用两用系和恢复系杂交，就能培育杂交水稻了。而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也在2014年1月获得了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遗憾的是，石明松在1988年因为意外事故不幸逝世，年仅49岁，没能亲手领取这份弥足珍贵的荣誉。再说个这些造谣者可能不知道的，杂交育种不仅有3系法和2系法，还有1系法呢。因为3系杂交的复杂性，早在1986年，袁隆平院士就已经在探讨利用无融合生殖改良作物的潜力。他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3系法到2系法，再到最终1系法，3个由繁到简、效率越来越高的战略发展阶段。所以1系法的原理是通过无融合生殖，使得卵细胞不经过受精或者减数分裂而直接发育成果实，从而得到基因型与母本一致的种子，这样就避开了性状分离的问题，使得
杂交水稻可以留种，听到没有？可以留种的哦。在袁隆平院士的构想当中，基因工程、分子育种也是实现一系法的关键技术。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中，袁隆平院士预估育成专性无融合生殖的杂交种在本世纪中期渴望获得成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突破并没有让他等太久，仅1年后的2019年，中国水稻研究所的王克建团队就成功在水稻中建立无融合生殖体系，实现了种子克隆，标志着一系法从理论构想走向了技术现实。虽然袁隆平院士没能亲手实现一系法，但是他有幸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一技术在后辈的汗水浇灌之下得到成功验证。在2024年到2025年间，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对培育的无融合生殖杂交稻进行了首轮田间试验，极限产量达到了每公顷10.7吨，约合亩产713.4公斤，优于亲本杂交水稻。从3系杂交法的提出到单系法的成功验证，是一代代薪火相传的育种工作者在实验田中横跨将近60年的接力跑，离开了某些人口中的变态杂交、病态杂交技术，农业生产就不能充足供应，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也没有今天亿万家庭习以为常的温饱生活。至于视频剩下那堆连植株和蜘蛛2个词都能听错，以讹传讹的基因工程谣言，就更不值得一驳了。有的人仓廪实而知礼节，有的人吃饱了就撑得慌。我们批驳的从不是不懂知识，而是在自己不懂的情况下，不仅不去学习了解，反倒仍旧大言不惭的扯着保卫老品种的大旗信口开河，对袁隆平院士等农业工作者呕心沥血的成果出言不逊。最后农业谣言到处泛滥，伤害的还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苦心孤诣的农技工作者吗？就本视频中涉及的谣言，我们已经向国家网信办发送了举报材料。农天下之本，勿莫大焉，国计民生的领域绝不容得某些逆流邪风无法无天。这条情绪比较大，尽量别给孩子看。坟头插烟卷，缺德带冒烟，这帮黑子怕是肚脐眼放屁，不知道是咋想的，连袁隆平院士都敢黑，可见这是吃的太饱了，反刍喷粪了。就欠饿他个10年8年，把一肚子脏心烂肺好好的清一清。嘴上假惺惺的说袁老的功绩不可否认，实际上字字都是中国杂交水稻产量不如美国，品质不如日本，只谈亩产数据却绝口不提气候、地形、土壤条件、生长周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抛开剂量谈毒性啊，公共知识分子的祖传手艺了。评论箱里边立刻就有闻着味来的生物说什么口感差不好吃，笑死！袁老的任务是让饿殍遍野的中国端牢饭碗，不是给巨婴熬燕窝粥，让中国人在极端环境下也能吃饱，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袁老给了中国人活下去选择精致的可能性，而黑子们却想剥夺他救命的功勋。发表这种啃着白米饭骂救命粮、偷换概念的理智客观科普博主，哪懂什么杂交水稻啊？更不会关心20世纪下半叶中国面临的粮食危机，他们只想考虑意见领袖的排放，要是还能被围攻那就更好了。黑红也是红，这号不就起来了吗？多来这么个几次就能直接直播带货了，走向人生巅峰。这种行为往轻了说是以暴论博流量，往重了说那就是抹杀中国杂交水稻的功绩，颠覆中国粮食安全，不就是扣帽子吗？谁不会呀？这些人有一个共性，逢中必反，逢阳必贵。他们对中国本土的技术成就打心眼里就不相信、瞧不起。只要是中国的，那就必须得怀疑；而只要是西方的，那天然就是真的。不然，那么多的博主和评论帮他指出问题、摆出证据的数据，他都视而不见，甚至是破口大骂呢，还骂的那叫一个脏，被戳中肺管子了呗，又反驳不过，只能是撒泼打滚，没理搅3分，实在不行就拉黑嘛。在这种心理下，哪怕是中国的技术成果被国际机构广泛认可，哪怕是袁隆平院士的技术推广到数10个国家，帮助无数人摆脱饥饿，都提不过一句亩产还不如美国。对，杨老爷嘛，脚气都是香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不懂装懂那是要丢他人的。想提出意见可以啊，但是起码你得认真研究研究吧。就靠几个截图就想批判杂交水稻这么复杂的学科，既然又有黑子蹦出来了，还有不少人被带了节奏，那咱们就班门弄斧，简单的说一说袁老的一点点成就。在央视的一次访谈中，袁隆平院士曾经回忆起3年困难时期，他亲眼见到无数人因为饥饿倒在路边不知生死，每顿饭都吃不饱，实在是饿得不行，只能以糠代米。但
越吃越饿。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深深触动了袁隆平，也坚定了他投身杂交水稻研究的决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饱饭。在袁老之前，杂交水稻的理论与实践确实有其他的先行者，但都没有实现规模化种植。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也不是袁老所育，而是谢华安院士。可以说，谢华安院士是砍柴烧火，袁老才是点火开灶的。野生雄性不育株是袁老从野道里挖出来的金矿，是他呕心研究与实验，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量产和推广。没他，杂交水稻的理论就如空中楼阁。在袁老之后，杂交水稻才真正成为了现实。袁隆平用他一生证明了杂交水稻是可行的，是能养活中国人的。也是因为有了他的引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科学家投身这一领域，才使得中国的粮食安全基础不断夯实。袁老90岁仍然躬耕田间，毕生的奖金全投入科研，让亿万人端牢了饭碗，也让键盘侠吃饱了喷粪。他们用虚无的亩产和口感来否定一位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科学家，亵渎他禾下乘凉梦的赤子之心。这种偷换概念、脱离历史背景的片面批判，已经不是蠢了，这就是心肝脾胃肺被禁了敌敌畏。我建议你们自觉绝食10年吧，用胃酸来洗洗狼心狗肺，省得袁老舅的命为了白眼狼。哼！中国的央媒、中国食品报等等正式向国家网信办提交了举报材料，要求从严处置造谣账号。北京日报等官媒多家权威媒体跟进痛批，指出这种农业谣言是在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上反复的践踏。主流的舆论认为，这种吃饱饭骂厨子的行为不仅是对科研功臣的亵渎，更是在动摇公众对国家粮食科技的信任。不少网友呼吁立刻封号，并对这种制造粮食恐慌、诋毁英模名誉的行为进行法律追责。参照此前有一个姓刘的在袁隆平院士去世当天发布不当言论而被调查致歉的这个案例诋毁功勋英烈需承担明确的法律代价，这家伙是真完球蛋了。我给点个订阅，下期再聊。